在古代，人们身体上的痣被赋予了神秘甚至宿命的色彩，常被解读为命运、性格、情感走向的象征。尤其女性下体私处的痣，更引发了各种民间传说与相面学的解读。有人说它代表桃花旺盛、性欲强烈，也有人认为是财运或感情纠葛的征兆。这样的说法虽然流传广泛，但往往缺乏科学依据。而站在佛学角度，身体不过是色身，外在的痣是否真的决定命运？佛陀在古代就曾借由真实的修行故事，点破了相由心生的真理，揭示痣背后的宿命暗示。女性私处有痣，到底预示着什么？它真的是性格、欲望、命运的信号吗？从佛法的智慧来看，又会给出怎样不同的理解？大周朝永安年间，长安城朱雀大街人声鼎沸，皆是百业兴盛，尤以妙手回春堂最为热闹。此医馆由名医陈鹤年坐堂，因其医德高尚，妙手回春，数十年来声名远播，百姓皆称其为活神仙。这日午后，艳阳初照，门口排队候诊的百姓正低声议论着坊间流传的趣闻，忽见人群惊起，一名身着素色罗裙的年轻女子捂着下腹，面色惊慌，步履踉跄地冲入医馆。众人愕然，只见那女子眉目如画，却神色仓皇，仿佛受了极大惊吓。大夫，求您救我！女子声音颤抖，跪倒在诊案前，气息未定，已然泪落。陈鹤年眉头微皱，忙示意要童扶起她，安声道：姑娘莫慌，且慢慢说来。女子抬头望着陈鹤年，低声道：小女柳如烟，近来偶感下体瘙痒，照铜镜自查，竟见私处生有一颗黑痣。邻家婆子瞧见后大惊失色，说是淫邪之相，命格不正，日后多情多灾，必为祸水。我害怕极了，才冒昧前来。此言一出，馆中众人哗然，纷纷投来异样目光。药童阿福瞪大眼睛，刚要插嘴，却被陈鹤年瞥了一眼，立刻闭上了嘴。陈鹤年轻叹一声，取出听诊铜管与望诊灯具，平和道：世人妄言，往往贻害无穷，此事并非小节，既牵性命之安，更关一女子清誉。我当为你细查究竟，再做分说。他眼中闪过一抹深思，仿佛脑中已有计较，准备揭开这被流言裹挟的谜团。陈鹤年唤来女医为柳如烟诊视，女医手法温和细致，检视片刻后点头示意无大碍。陈大夫便开始细细问诊，片刻后转身自药柜后取出一本线装古籍，封皮微旧，却洁净如新。他轻轻翻开书页，目光扫过几行字，便朗声开口道：黄帝内经有言，腠理开合，血气津液之所留住也，所谓滞者，乃气血运行之际，有所停滞，郁结于皮下，凝而不散，日久成斑，此乃人身之常态，非妖非邪。他说着，又自旁边抽出一本厚重的千金方，翻至一页，举于众人眼前，道：此书有载，妇人身生赘物，或黑或红，或小如豆，皆血脉不畅，气质成形之无分高低贵贱，其生之处虽隐秘，然里与面颊、手足、胸腹之志无异，皆是体内气血失衡偶发所致。今人因无知而妄加联想，将此等自然现象与淫邪相连，实属谬论。柳如烟听得入神，原本紧张焦灼的神色渐渐松动，但心中仍存疑虑，便低声问道：可若真如传言所言，生在那般地方，岂不也说明我命途不正，性情不端？陈大夫闻言，眼中闪过一丝怜惜，语气和缓却不失坚定：姑娘，世人之言不可尽信，知之存在，不过皮表之象，若其形状匀整，色泽清润，无红肿疼痛之患，即属常态，断无大碍。医者观病，不问其位之隐显，只问其行之善恶。若世人以治之所在妄断品性，实则是以管窥天，
自误误人陈鹤年话音未落，站在一旁一直按捺不住的药童阿福终于忍不住凑上前来，压低声音却掩不住好奇，可我听说麻衣相法上写得清清楚楚啊，女子若在那处生至，左边主贵，右边主妇，还有说法说是情欲旺盛之相，容易惹桃花，命里多劫，难得善终。街坊里那些婆婆妈妈们可常这么讲。她这番话一出口，医馆里本已平静下来的众人立时又起了骚动。几个坐在一旁的老妇人点头如捣蒜，有人低声附和，可不是吗？咱巷子口的王寡妇就是下边有志，年轻时妩媚妖娆，竟连克了2个男人，还不是妖气重。也有人皱着眉喃喃，听着就邪门，怪不得这丫头来的这般惊慌。一时间屋内私语声如潮水般漫起，有人好奇，有人狐疑。正当这时，门外一阵风吹过，掀动门帘，一位身形颀长，年约弱冠的书生从众人中迈步而出。他一身青布直多，虽不华贵，却衣履整洁，举止端方。他朗声拱手道：“在下姓周，名明远，寒窗苦读数载，略通古书。”他目光平和，却带着几分义正辞严，看向阿福道：“适才你所言，麻衣相法之说虽流传广泛，但其中多有附会之词，不可尽信。相书者多出于后人之笔，其言未必皆出于圣贤理据。余生曾于《太平广记》中读的一事，感触颇深。昔有贤女冯小娘，貌不惊人，然心慈行善，持家有道，邻里敬重。然其生而耳后有志，时人讥为妖相，甚而传其命应克夫。他说至此，声音微微拔高，后其夫卧病数年，冯氏不离不弃，衣不解带，终感天地之心，其夫病愈，举家和乐，得享天年。世人这才悔悟，方知志向不过虚妄，德行才是真福。周明远望向阿福，神情略带严肃，相法虽有其理，然不可尽执于一隅。一颗痣生于何处？不过是气血凝结之象，焉能定人生死，断人品性？贵在察人之志，非察人之表。倘若是人皆以相论人，不问其心，那岂不人人为相所役，莫辨中间？正当堂内众人因阿福和周明远的言辞而陷入沉思时，一阵清风徐来，门外响起了钟磬悠扬的佛音，众人不禁侧目，只见一位身着袈裟的僧人缓步而入。那僧人面容庄严，气宇轩昂，目光清澈如水，仿佛能穿透尘世的喧嚣，直抵人心。随着他的步伐，空气似乎变得宁静，连周围的吵闹也仿佛被他淡然的气场所吸纳。此人便是云游至此的玄冥禅师。玄冥禅师迈步走入医馆，目光扫过正在议论纷纷的众人，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。他站在门口片刻，仿佛在思考什么，最终缓缓说道：“此间争议，无非是对外相与内心的误解。人们往往以表象论英雄，凭一时的所见所闻，便妄下结论。殊不知，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。”他的声音如同清泉流淌，带着一股温润的力量，让人不自觉地沉静下来。柳如烟紧张的心情随着那声音逐渐平复，他不禁抬起头，目光落在玄冥禅师身上，期待着他的教诲。施主为何心头忧虑？玄冥禅师微微低头，目光柔和地看向柳如烟。柳如烟迟疑片刻，仍是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大师，我发现私处生有一颗痣，听说这是淫邪之兆，且命运多舛，我的心中充满了恐惧与不安，难以释怀，故即来求医求解。”玄冥禅师微笑不语，缓缓走到他身边，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。他的手掌如同秋风拂过，带着一股宁静的力量，让柳如烟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下来。你为何害怕一颗小小的痣呢？玄冥禅师的眼神温和，难道
这颗痣就能决定你的命运吗？可是坊间传言……柳如烟话未说完，玄冥禅师已挥手打断了他的话。传言终究是传言，世间的许多偏见和迷信，往往只是无知之人的臆断。痣只是身体的一部分，非其生长的部位决定了人的命运与品性。更何况，我们不能仅凭一个外在的标记来定义一个人。真正重要的是内心的修行与积德。他轻轻一笑，眼中闪烁着深邃的智慧。你应该明白，心是根本，外相不过是影像。说罢，玄冥禅师不急不忙地开始给众人讲述一个故事。佛陀曾在舍卫国的祇树给孤独园讲法，那里有一位年轻的女子，她因私处生有一颗痣而遭到世人的耻笑与冷眼。她原本善良，心地柔软，但这些流言蜚语让她感到极度自卑，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与存在。她整日心情低落，不敢与他人交往。直到有一天，她前来向佛陀求法，佛陀微笑着看向她，开口说道：你何必执着于这一颗痣呢？你若如莲花，生长在污泥之中，却依旧能够洁净无染，心中清明，何妨这一颗痣？玄冥禅师停顿了一下，似乎在回忆着那个故事，脸上露出了几分慈悲的微笑。这位女子顿时领悟，莲花出污泥而不染，正如佛陀所言，心若洁净，外相何妨？她开始放下对自己身体的偏见，潜心修行，最终成就了佛果。在场的众人静默无声，仿佛被那故事所感动。柳如烟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思考，她的眼中逐渐从恐惧转为一丝明悟。她轻声问道：那么我是否也该放下对这颗痣的执念，去看清内心的真正力量？玄冥禅师点点头，微微一笑：正是如此。你看，那莲花虽生于污泥之中，却依然能够出水清香，洁净无瑕。这颗痣如同你生命中的一颗小石子，若你放下对它的执念，它便不再能左右你的人生。真正的修行是内心的修炼，是不被外界的虚妄所扰。玄冥禅师继续说道：佛陀教导我们，相由心生，这并非只是外相的影像，更多的是指我们如何看待世界，看待自己。当我们心中充满了爱与慈悲时，眼中所见之物皆是温柔与光明；而当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与嫉妒，眼中所见的世界便会变得丑陋与狭隘。你若能放下心中的恐惧与执念，世界便会为你展现出另一番景象。柳如烟静静听着玄冥禅师讲完莲花的故事，虽决心有所悟，但眼中仍隐有迷惘未散，似是心底深处还有一道门未被完全推开。他轻轻启唇，声音微弱却满含疑虑：禅师，若说这痣并非罪相，那为何我生于隐处？我未曾作恶，为何偏偏是我承受众人异样的眼光？难道这不是命中注定的羞辱？若是我命该如此，那修行又有何意？他的声音不大，却如一缕幽风，在医馆里引起一阵细微的震动。围观的众人也低下了头，像是听到了自己未曾说出口的心事。命运是否真的早已注定？我们是否只是沿着既定的轨道行走？哪怕奋力挣扎，终究也无法逃脱命数安排。玄冥禅师静默片刻，轻轻拨动佛珠，语调缓慢却坚定：善哉，善哉。柳姑娘此问，实是众生心中常结之结。知若是命，命若是罪，那人岂非傀儡？若一切皆不能转变，那佛法又有何意义？他缓缓坐下，轻抚袍袖，仿佛那长袍之上载着古老的尘缘。他望向院中榕树下的一抹阳光，道：佛陀在世时还曾讲过另外一则故事，此事或许能为姑娘解开这心头之惑。众人屏息以待。玄冥禅师娓娓道来：那是古印度摩揭陀国时期，国中有一婆罗门，名为都耶。他出生于祭司世家，自幼聪慧敏悟，熟读吠陀经文，但其人性情乖戾，傲慢自负，年少时常欺辱下人，侮慢僧侣，尤爱评论他人相貌，指摘妇人形貌，说谁生得不敬。
就是命运低贱，曾嘲笑一位村妇因面生黑痣，声称她来世定堕昌门，村中人皆为其言语，不敢忤逆。后来他年岁渐长，娶妻生子，本以为可享清福，不料中年呼唤怪疾，私处见生硬块，疼痛难当，遍访名医皆束手无策。数年之后，竟长出一颗恶痣，形如毒瘤，暗红紫黑，奇痒难忍，更伴有脓血之状，连夜间也难以安眠。他羞于启齿，痛苦不堪，更因此事常闭门不出，怨天尤人。他曾向神祇献祭，烧香祷告，求解脱苦难，但病痛不减，反加深重。直到有一日，他在林中偶遇佛陀化缘，佛陀以慈悲目光望他一眼，便拾其棘根。佛陀未言语，只指着地上一朵被践踏的花，道：汝见此花否？它本可向阳盛开，却因人过而枯。人以为是地不护花，然实是脚步不顾，非花之罪，乃人之行。汝之志，非天之怒，乃业之果。都耶当下跪地大哭，泣不成声，向佛陀忏悔。弟子不知悔改，昔日恶口辱人，今生受报，方知苦果，唯愿佛陀指我改过之道。佛陀答他：意念生，万法生；一念转，万法转。汝种恶因，得恶果，但若今日种善，来世终得解脱。命非天定，乃心定也。自此之后，都耶发愿守戒，广行善事。他每日在城中布施药物与食粮，亲自照料病患，不计贵贱。他虽仍受疾痛之苦，但心中逐渐宁定。3年之后，那恶痣竟在一次静坐中自行枯萎脱落，医者查验，竟无半分疤痕残留。人皆惊叹其变，传为神迹，而他只是微笑言道：恶因自生，善果亦自来，非神诱我，是我不再欺我。玄冥禅师讲至此，轻轻合掌，念了一句佛号，声音低沉庄严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他望向柳如烟，语气温柔：姑娘，你说你未曾作恶，为何成此羞辱？但你可知，人生非一世一生，我们今生所遭，或为前世所植之因，但这并不意味着命运不可更改，恰恰相反，正因其有因有果，才说明人有能力在今生种下新的因，收获不同的果。都耶因恶行得恶智，但能以善行洗心革面，终至身心俱净。你今日之忧，不过一颗痣所致，然你若执着于它，它便为祸源；你若超越它，它便化为你悟道的起点。柳如烟泪眼婆娑，他的心被故事中的婆罗门深深震撼。他从未想过，那些未可知的命运可能不是惩罚，而是一次考验，一次唤醒。禅师，他哽咽道：若我从今起宽济宽仁，种下善念，是否也可得心安？自然。玄冥禅师微微颔首：善非大事，念念皆善；修非苦行，处处皆修。你今日一念悔意，便已破除半壁执障。愿你日后不以一志妄自菲薄，不以流言伤己清心。命可改，念能转。玄冥禅师微微一笑，目光清澈如水，仿佛穿透了尘世的纷扰，直指心灵的本源。他缓缓地抬起手，指向柳如烟，低声说道：佛陀在《金刚经》中有云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这一句话轻轻地落在众人心头，仿佛一阵清风吹过心湖，泛起了微波。所有人都默默地感受到了那句佛语的深远含义。相由心生，境随心转，外在的表象都是暂时的，乃是虚妄的。真实的存在是由我们内心的念头与智慧所决定的，只不过是身体的一部分，它既不是善，也不是恶。玄冥禅师继续说道：它的存在与否，并不会改变你内心的善恶与清浊。外在的相，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，都只是浮华的表象，终究会随时间消逝。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是心，心若清净，便能见到无尽的光明；心若执念，
便会迷失在自己编织的黑暗之中。他顿了顿，目光温和地看向柳如烟。你心中的恐惧与不安，正是因为你执着于那颗痣，将它与命运、性格联系在一起。殊不知，只如同世间一切的相，皆是虚妄。真正决定你人生的，是你内心的修行与所持的智慧。柳如烟低下头，心中一片清明，仿佛从一团迷雾中走出，眼前的世界变得格外清晰。他看向那颗痣，它依然存在，但不再带来恐惧。他明白了，命运的掌控权并不在外界的评价与看法中，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。玄冥禅师的话语依旧回荡在医馆内，仿佛一股深邃的力量，穿越了时空的界限，直击每个人的内心深处。施主不必再为一颗痣所忧虑，你拥有选择自己命运的权利。内心的善念与修行，才是决定一切的真正力量。众人默然不语，仿佛所有的纷争与迷惑都在这一刻得到了平息。柳如烟的内心如同湖面般平静，外界的声音与流言都渐渐远去，仿佛他已脱离了过去的束缚，找到了内心的宁静与自由。玄冥禅师点了点头，看了看那依旧安静的医馆，微笑道：心若安，世界即安。你若能够放下执念，放下对外向的看重，内心的光明便会指引你前行。他轻轻合起手中的佛珠，转身离去，身影在阳光下逐渐模糊，却在每个人的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。如果你喜欢佛学内容，记得点赞和订阅，不错过每一次深刻的分享和启发。让我们一起探索佛法的智慧。